设计师没有服务意识，就是我们一直是在教育客户，表达自己，然后输出一种认为高的美学。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讲，你没有服务于我。就是我认为品牌是一个长期主义的，品牌是一个长效机制。我们品牌的价值远远大于流量，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拥抱流量，但是一定要穿越周期，就是我们肯定是相信品牌。嗨，我是瑞秋。前2天呢，我跟崔树老师聊天因为他是80后设计师中的领军人物。我开始一直以为崔树老师是一个比较冷淡的人，但结果发现在聊天过程中，他还是蛮真实的，甚至还有一点幽默。他对自己很原始的想法都是不加掩饰的去表达出来，而且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非常一致的。我们认为品牌的价值要大于流量，而且品牌是具有穿越周期的能力。那崔树老师，我也想问您，就是您是怎么进入的这个行业？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艺术设计学、环境艺术方向。就是我是在进门的时候就是很抵触，但是在出门的时候就变成很喜欢了。那您从毕业之后，就是先是进入到一个公司，还没有自己做这种工作室，是不是？我这个经历应该属于我们这代设计师里面比较跌宕起伏的。去创业了，然后失败的一塌糊涂。这每一步都不是失败，都是铺垫。那相当于您做了这个之后，在15年很快就是上了这个真人秀节目，对，然后就一战成名了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就是设计师站到舞台上去讲自己的设计。是的。这个有一些大咖在评分，这形式没有。对。然后是广州设计周的那个张弘毅先生发起了这个形式。OK。就是从这个事儿开始的。但是我这个开始之前，我其实就一直在探索中国原创设计应该怎么做，但是一直被市场在虐。行业呢也不接受你，因为在设计院里面，它叫什么装饰和工程大于设计，所以行业也不接受。然后最后这个舞台就给了我10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抓住了这个机会。明白。大概是这样。哎，您觉得您的这个性格本身跟设计这块，它是就是会有一些的矛盾点吗？设计整理了我以前的性格就是更加的自由一点。这个就是在北京这些年，就是从事这个专业，让我把理性和稳定的这一面慢慢的成了习惯。您更喜欢哪一个？我都还行，因为做设计它有点像回答一个应用题，或者是做一个开题命题作文。命题，对。就是你每次面对的命题都不一样。就是你要是没感觉，它都是糟糕的。但是你有感觉来了，然后当你做的这个作品很好的时候，它都不错。那我觉得您现在是不是更喜欢做那种概念型的空间？不是，我喜欢做挣钱的。好啊。就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是喜欢做就是它对应的空间。对应的空间就是每一个空间它就像一个原材料。它其实都有它要去到的最恰当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你的那个设计如果有套路的话，往每个空间套，最后出来的东西都很刻板。有很多设计师他的结果在图片上我感觉都不错，但是如果你看过他的原始场地的话，你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糟糕，你就觉得哎呀还不如不做呢。我认为大陆的设计在前一个30年里边，刚刚沉淀成一个行业。前面的这个50、60的设计师就是更长辈前辈，他们其实开启了这个市场。然后70这一代的，他开启了中国大陆设计师的原创时代和纪元，包括对文化的一种对话和思考。然后到了我们这代设计师，我们把设计更好的多元化、市场化和提高了
设计表达的一些多样化的一些水平，然后这样呢，这个中国的室内设计这个行业相对来说就成了一个初级的架构。所以我希望在我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，别人看到的是一个中国设计师的表达方式。我不能说他是一个设计师去表达中国文化，那个其实很重很累，但是他必须是一个让别人去看是一个中国设计师的方法。如果一个设计师没办法把那个差的甄选掉，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甄别能力。明白。我们不会提供2个方案，我们最多提供10个方案。